长公主大婚之日，公主府突逢大火，烧了足足有3天3夜，长公主也因此香消玉殒。这是玄帝钦定的结局。来人啊！救命啊！救命！救命！救命！你是谁？从火场把你救出来的人是我，给你换张脸的也是我。如今你不是玄阳，是傅清月，我本人。本宫的仇，本宫自己会报。你的若敢提过分要求，这炉药便是你的诉衷汤。有趣，我帮你查真凶，你帮我拿到你母后的遗物北银圣。给你换张好脸，可真不容易。你是不是想调查旧公主府的那个婢女？本宫的事与你无关。慕容羽，注意你的分寸，否则本宫不介意连你一起杀了。与我无关。你现在不过是我北郡侯府的一个小小婢女，你怎么就拎不清现在的处境呢？罢了，我可不想做你腰间淬毒匕首下的第一个亡魂。慕容羽，我自知以我们的交情不足以让你舍命救我。你的目的我不关心，但你救了我，将来我恢复身份时必报恩。但要是你再没有分寸感，就别怪我不念恩情。小侯爷，按照您的吩咐，长公主的贴身侍女小离今天又放出去了。小侯爷，但您就这么放任她到处乱跑吗？之前她还专门跑回公主府，虽然被门口侍卫直接扔出来，但扔出去就对了。要让她认清自己的身份，她曾经是长公主，我求不住她。现在我会让她接受这个新身份，心甘情愿和我交易。究竟是谁想要我死？是后宫的人，还是前朝的人？我死了，究竟对谁有好处？慕容羽虽救了我，可如今我已孑然一身。要想恢复长公主的身份，查明真相，难于登天。所以我到底该从什么地方入手？哎，快看，那不是驸马吗？万物皆无光，只有你的眼。听说驸马魏叔痴情难舍长公主，愿为其守灵一生一世，并不再续娶。哎呀，没错，真是痴情少年郎，大好的人才啊！你看，驸马和长公主这话本子都出来了。魏叔，魏叔，对不起，对不起。
姑娘又来买宝钞香火了。老板，还是跟之前一样来一份。啊。怎么隔三差五的来采买呀？最近好像也没哪家出白事啊。哎呀，真是奇怪啊。冤有头，债有主，我答应你，以后都会多给你烧钱，也会记得吊唁你。求求你不要再缠着我了。你究竟在祭奠谁？你究竟在祭奠谁？你是在公主府大火那夜，是你和环儿值守长公主寝殿外，但门窗为何紧锁？你们二人又为什么见死不救？我什么都不知道，救命啊！你与环儿随本宫久居深宫，不会不认得这个吧？这是曼陀罗花。不对，你到底是谁？曼陀罗花落地生根，花期绵长，却通体剧毒。本宫跟踪你的这段时间，发现你常来此处暗中祭拜，所以特意为你摘下这簇毒物，藏于荒野，可还满意？不对，你怎么回事？你与环儿随侍本宫多年，当知本宫在那吃人的后宫学了多少让人求死不能的手段。若嫌曼陀罗花的毒不够滋味，不妨再尝尝这匕首上的鹤顶红，又或者本宫卸了你的四肢，将你浸在酒缸，叫你求生不得，求死无望。饶命！饶命！我说，是驸马指使我和环儿的。慕容羽，你怎么？我既救过你一次，便不容你再死第二次。慕容羽居然一直派人在跟踪我，难道小离的出现？慕容羽，你干什么？你刚才有偷偷说我坏话吧？所以小惩大戒。回府。慕容羽，你混蛋！你放开我！相传当日，驸马魏叔紧拥着被烧得焦黑难辨的长公主尸身，水米未进的日夜守灵7日，终至大病一场。这份深情还真是令人作呕啊！慕容羽，你想说什么？你想听我说什么？你自导自演杀了小离的那一出戏，可还过瘾？慕容羽，你当我还是3岁小孩？你一直派人坚守，你分明早知我已寻得小离，却偏要按兵不动，一直等到今日小离构陷驸马的时候，才命人当面行刺，不就是想让我疑心驸马吗？只是我不明白，我现在的状况，你为什么要这么处心积虑，通过小离引我上钩？难道真的只是想要挑拨我和驸马的关系，好借我的手报仇？我与驸马无冤无仇，为什么需要借你之手向他复仇？是吗？慕容羽，你当真以为我不记得以前的事了？15年前，御花园假山后，那个被魏叔和其他几个贵族子弟联手陷害，
打断双腿后扔在冷宫的柴房，像野狗一样苟且偷生的少女。慕容小侯爷，就算你换了名字，改了身份，难道就能消除这刻骨铭心的仇恨？你救我不是出于同情，而是把我当作你向魏叔、向整个皇室复仇的工具。傅清月，你怎么就是不听话？慕容羽，你要带我去哪儿？你看清楚，这就是你所谓的真相。小侯爷，郊外林中的刺客已经全数绞杀，无一漏网。你觉得我是在做戏给你看？虽然你与魏叔只是拜了堂，没有上过床，但你性格谨慎，定会查清楚未来的枕边人。所以这些刺客的背景，你应该清楚。这些人穿的衣物的确是魏家亲卫的样式，只是……魏家图腾。现在你还认为这是我给你设的局吗？寒烟，跪下。即便这些刺客是驸马派来的，但小离早不出现，晚不出现，偏偏在我要找驸马的时候出现。难道你敢说，这不是你刻意安排？长公主既然这么聪明，不如好好想想，驸马为何急于灭口你的侍女小离？没错，小离虽然死了，可是我另一个侍女环儿呢？还有，为什么我明明没死，世人甚至父皇却都能接受我已死的事实？难道说……慕容羽，你干什么？带你去个好地方，我的长公主殿下。慕容羽，你带我去哪儿？慕容羽，你带我挖自己的坟，闯自己的陵寝，莫不是下一步还打算让我开自己的棺材板吧？这里面躺着的人，你应该认得出。虽然尸体已经面目全非，但看他口中右下少了一颗后槽牙，左上多了一颗小牙，这不就是你另一个贴身侍女环儿吗？所以之前小离一直暗中祭拜的是环儿。这簪子是他送你的定情物。你好大的胆子啊，魏叔，竟敢让本宫亲自出来相迎！小心！长公主饶命啊！长公主饶命！让公主受惊了，微臣罪该万死。本宫无碍，但你的手在渗血。如此血腥之事，还请公主不要细看。小厮也是一时疏忽，烦请公主原谅。世人都道新科状元心地宅厚，为人谦和，如今与你接触，倒也不似从前纨绔了。本宫看在你的面子上，不会怪罪他人的。来人，送魏大人去休息。公主还有一物。
合用通阴泻、莲花玳瑁簪。下官亲手为您打造的，还望公主笑纳。魏大人有心了。在我身边，想别的男人。难怪世人这么快接受我已死的事实，确实有人用环儿当我的尸体下葬掩饰。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最能做到这一切的，就只有……你说，我们这样算不算生同亲，死同血了？变态！嘘，外面来的都是高手。你就不能往旁边让？就这么大点儿，要不请他让让？你们都在外头候着吧，我要与长公主说说体计话。是。他就这么让你喜欢？你能不能不要？哎呀，驸马，你轻点儿。驸马，好想你啊，驸马。啊，听说你可不止带我一人来过这儿，你就不怕长公主她在天之灵吗？公主陵墓最安全，无人敢查，而且我常来此地，就能维持我的深情不舍，保证陛下对我的怜悯，保全我永久的荣华富贵。理解。等我拿到北岩圣物，玄帝也得让我3分。好了，宝贝，时间不多了，我们开始吧。出去杀了这对口男女！陛下轻点儿。外面那么多人，别他们没死，你再死一次，难道我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们在我的灵位前？我去看看。为什么？我没看过，看看不行啊。谁？驸马，公主来人请示，西街蔡老板家中有喜，请休3天，是否允准？就这点小事？驸马，按照您的吩咐，自从公主府改建驸马府后，事无巨细向您汇报。你驸马，你要干什么？来人！此2人秽乱公主陵寝，本驸马已将他们就地正法，拖下去，收拾干净。是。当真是败类，一向疼爱你的玄帝怎忍心将这样的人指婚给你？还是说你心知肚明，被那副臭皮囊迷惑，没有发现其狼子野心？哎呀呀，还真是肤浅，也着实该死。这一巴掌
打你这段时间对我的所有冒犯。这一巴掌，打你自以为救我、困我，令我不得不依附于你。先引我寻到小离，再是关中环儿，这般步步为营，我就能任你欲取欲求了。哎，给你打爽了是不是？我打我自己眼下。如今你还不肯认清现实，只有我帮你，才能报仇雪恨。想要我母后的遗物，下辈子吧。咱们这位娇蛮的公主，这性子当真是令人生厌。小侯爷，他真的会低头示弱吗？来日方长。他母后早逝，外祖又远在北岩，至于宫里那位嘛，他现在只有我，就让咱们看看这位换脸的公主能起什么浪。这金簪是下官亲手为你所造的，还望公主笑纳。为什么？醒了？慕容羽，你真是活得不耐烦了。我猜你又梦到魏叔了。再有下次，我砍了你的手。再敢上我的床，我一定杀你。小侯爷，去吧。卖蔬菜，新鲜的蔬菜。哎，姑娘要点啥？新鲜的萝卜，刚摘的。蔡掌柜，见你的菜篮子有。哎，大人，蔡掌柜，今儿菜挺新鲜的。嗨，刚割的韭菜，给哥几个下个酒。这里面装的啥？都是些萝卜、白菜，昨晚刚收的，这不，今儿专门送来给咱驸马府。今天这车，不对呀，我怎么感觉今日这车菜比平日重了不少？来人，抬下来检查。哎，这怎么冒烟啊？哎呦，不会有什么着了吧？哎呦！站住！你是谁？小的是新来的。你这服饰不像是驸马府里的，
你究竟是谁？跟我走。怎么哪儿都有你？嘘。看来你逃不出我的五指山了。放手！你真以为这还是你公主府的地盘吗？这里的每一块砖，每一棵树，都是魏叔的眼线。你杀了管家，不出半炷香就会被围堵。想接近魏叔，你得靠我。我不需要你的帮忙，但你需要有人帮你处理尸体，帮你引开侍卫，更需要有人帮你按住想杀魏叔的冲动。毕竟以你的性格，让他求生不得，才能解恨吧。慕容羽，你接近我的目的，无非就是想得到我母后的遗物。我可以告诉你，做梦。错了，我想得到的其实是你。慕容羽，你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你？你敢，但你不会。以我早已在这命运的棋局，杀了我，你如何在这棋盘中立足？更何况，你真以为你母后的遗物藏得住？不如合作，我们各取所需。就你这身板，我先帮你收尸还差不多。到底还有什么办法能接近魏叔？快，把西街都给我围起来！是。哎呀，这偷鸡摸狗的，被发现了啊！哎，长公主的发簪也敢偷啊！我的天哪，真是胆子不小。这蔡掌柜怎么会给长公主？蔡掌柜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发簪？什么发簪？不像啊！真的假的呀？啊？难道是我昨天偷藏在蔡掌柜家的菜篮里时遗落的？不对，我昨天分明什么首饰都没带，怎么会？小侯爷，他昨日送您回府后，至今未归。不急，事都办妥了。按您的吩咐，属下在他去找蔡掌柜之前，就已经安排妥当。我买通了蔡掌柜，又紧跟他藏于菜篮时，提前将金簪放进了他准备的硫磺菜篮中。也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我送他的礼物。哎，现在变成北朝群众，哎，你看，怎么了？长公主的发簪。长公主如今尸骨未寒，此人竟敢偷盗长公主的财物，就算是长公主生前宅心仁厚，也如此亵渎公主，本驸马也实在是忍无可忍。带走。驸马，我们真的不知道那个金簪为什么会出现在驸马府，但是我们这么多年在府里都是尽心尽力的，求求你了，求求你饶了我爹吧！女儿，爹没事。慕容羽，爹没事。又是你。小侯爷，您故意将长公主地宫的那只金簪放到驸马府，就是想让他明白，如今单靠他自己，一招不慎，不仅自身难保，更会连累无辜。既然他不愿意乖乖合作，那就只好让他吃点苦头。慕容羽，这不来了。慕容羽，
慕容羽，那只金簪是你从地宫偷出，故意放在驸马府的吧？慕容羽，我们合作。哦，想通了。与其让你在背后搞死我，不如借你之手，除了我想除掉的人。聪明。不过，北岩圣物的具体位置我也不甚清楚，毕竟那是我母亲生前托人悄悄藏在民间的。但若是你肯助我接近魏叔，助我报这血海深仇，我便将所知一切和盘托出。没问题，我调拨人手给你，你想怎么报仇都行。就这么定。一言为定。傅清月，好戏也该开场了。这金簪分明在长公主的地宫里，怎会出现在西街那老儿的菜篮中？难道是他回来了？不可能。但若他真的回来了，还留下这金簪，难道他什么都知道了？不行，这一切若让那位知道了，不行。雪牙，我能杀你一次，就能让你死无数次。这次就算是从地狱归来的恶鬼，我也要将你挫骨扬灰。今日驸马循例请法师入宫做法，我给你安排的人已混入其中。快进去吧，驸马在里面等你。侍卫大哥，求求你让我见见驸马吧，我爹真的是冤枉的，他与那只簪子真的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是蔡掌柜的女儿，求求你，高抬贵手，放我进去吧！今日驸马府做法事，放你进去我就没命了，把他拉走。大哥，请吧。驸马，饮下符酒，法事方成。哦，只有这符酒，本驸马不敢饮。这毒居然发作的这么迅猛！你是谁？驸马爷饶命啊！这毒酒，我等实在是不知怎么来的呀。这就是你给我安排的接应，我等真不认得此人呐！好算计！驸马爷饶命，饶命啊！拖下去严审，他由我亲自审判。小侯爷，一切皆在计划之中，已借西街蔡掌柜女儿之口，让魏叔知晓傅清月的存在，更将长公主发簪遗落之事嫁祸于他。根据傅清月提供的线索，已经证实隐士寺的确存在，而且早年先皇后和长公主也确实在那落脚过。很好，尽快找到北岩圣武来见我。当年之事也该收点利息了，负债女偿，吩咐下去，傅清月杀。
想清楚，在冰彻底融化之前，你还有机会说出究竟是谁派你来刺杀本驸马的？蔡掌柜的女儿告诉我，这金簪是你放在菜篮里的，所以你是从哪儿偷来这只长公主的金簪？又或是你还知道些什么？比如什么人的下落？无耻之徒，最好杀了我，否则只要活着，我一定将你碎尸万段。冥顽不灵！别不识抬举，否则，驸马，我不是说过了，任何人不准过来。这有贵客求见。不见。驸马爷好兴致，如此有趣的手段，难怪并不见。小侯爷前来，有失远迎。我来要个人，我的人。小侯爷的人怎会在公主府充任巫师？他的个人兴趣吧。对了，我不是来和你商量的。杀了他。魏叔，你想干什么？小侯爷恕罪，这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您今日孤身犯险，横竖他是一个刺客，在行刺的途中误杀了小侯爷。我在追凶的途中将其正法，既替你雪恨，又永绝后患，岂不两全？给我杀！给我追！看你们能够逃到哪里！快，是追！魏叔的人应该追不到这里。那我们的账就可以算算，为什么算计了我，又反而来救我？那你呢？你又为什么戏弄我？小侯爷，我们失败了。隐士寺的惠安禅师看了傅清月的锦囊后，不但诱我们去附近山林转圈，中了捕兽的陷阱不说，更是将我们扫地出门，弄得我们一身狼狈。锦囊呢？凤有何因鸟飞尽，马走炉边草不生。哼，好你个傅清月，是我小瞧你了。凤由何因鸟飞去，凤字去鸟为己，己字置于何字之下，正是秃字。马走炉边草不生，炉子去掉草字头得户，户旁添一字变成驴字，前后二字相连，正是秃驴。你让我眼巴巴地跑到他人地界上，骂这一句，难怪那老和尚要雷霆震怒了。那老东西活该，以前我就厌极了他，虚伪庸俗，还与母后的情面不好激发的。如今老你代我问候一句，正好。幸而我多留了份心思，不然
怕是早已命丧黄泉。慕容羽，看来你我合作终究要分崩离析了。你这样看着我做什么？没什么，想起来一些过往。你找仔细点，一个都不要放过！他们在那儿，快！他们在那儿，快！快，让他们跑了！没路！傅清月，你醒醒！宣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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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是你，你不能死，我们的账还没清算。傅清月，宣阳，宣阳，你醒醒！慕容羽，要是你救了我，不然呢？看着你掉下去还摔死呀！这是哪里啊？崖底，暂且喘气的狗洞罢了。慕容羽，慕容羽，我要是此时杀了他，也没人会知晓吧？慕容羽，你欠我的算计，我换个法子讨回来。水，醒了。硬还挺硬。为什么不杀了我？为什么不杀了我？杀一个毫无还手之力的人，未免太便宜你了。那你可没机会了。灭秧子就该喝药，野味太燥，当心咳得更厉害。都死过一回了，还怕这点燥气？我可不想我的交易伙伴死在这儿，还得劳我挖坑埋尸。你这安慰人的方式，倒是比韩嫣的背叛还呛人。他为什么背叛你？人心隔肚皮，即便是最亲近的人，也保不齐没有反咬一口之时。那倒是，我也曾深信过某人，结果呢？傅清月，你我虽立场相悖，但在这崖底，我们倒是同病相怜。以后有什么打算？逃出升天，再寻机报仇。你就这么恨魏叔？我恨所有一切想要我死的人，包括你。
可我救了你2次，那又怎么样？你这病娇的家伙，连示弱都带着算计。我以为你是身居后宫的贵女，没想到还懂草药。前母后教的。忍着点。迷迷糊糊的时候，听见有人说要换个法子向我讨回来。怎么？你想怎么讨？自然是连本带利。连本带利。那我等着你的连本带利。如果我们能从这山洞里活着出来，你能不能别再叫我慕容羽？那叫什么？阿羽。我叫阿羽。就像当年在冷宫柴房，你给我送馒头时那样。我几时喊过你阿羽？慕容羽，这又是你在试探我吧？别装了，你不是早就认出我了吗？我的长公主。喂，死了没？拿着，别让人看见。喂，你哭什么？我好不容易拿来的。好了好了，别哭了。谁跟你一样记这些没用的东西？没用，我只是很好奇，你是怎么认出我来的？15年前，御花园假山后，那个被魏叔和其他几个贵族子弟联手陷害，打断双腿后扔在冷宫的柴房，像野狗一样苟且偷生的少年。慕容小侯爷，就算你换了名字，改了身份，难道就能消除这刻骨铭心的仇恨？当年柴房的那把火，是我放的。我知道，当时我在柴房睡觉，全都看见了。所以我就是想不通，你到底为什么那么恨我，宁可看我被活活烧死。变成如今这样，全都是你们欠我的。慕容老侯爷，是我带进宫，
去救你。你说什么？后来从柴房里拖出来那具烧焦的尸体，也是我放的。仔细搜，不要见人，死要见尸。不要见人，死要见尸。不好，我刚查过整个洞内，那边有松动的石块。来把手。去，给我把那2只死老鼠搜出来。是。这边有动静，这洞这么小，他们肯定藏不住。再近点，就要亲上去了。轩阳，你说，我要是不救你，你会不会？不会。我还没说完呢。我是说，你不会知道我有危险，却不救我。这么笃定？我是懂你，阿宇。你刚刚叫我什么？没什么，你听错了。我荣誉，别怪我。从现在起，我要利用你来完成我的一切。有暗器！快，给我放烟！我就不信他们2个能逼到天亮。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要往这边飘，这一定有出口。你的手，你还能撑多久？烧上来之前，给我爬到上面。那是……你果然记得，这是我们之前……废话少说，一会儿爬上去再说。你这么想报仇，我去帮你把他抓回来。就你这副样子，不去送死就不错。他自己送上门来的，哪有让他白跑一趟的道理？况且，这里我俩比他更熟悉，不是吗？
给我找到他，打断那质子的腿！是。轩阳，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我？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又哭，不准哭！你没有做错什么。以后这里就是你我的秘密基地，只有我们知道。将来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会来这里，好不好？好。废话少说。好，若想报仇，得用当年的法子。你引开侍卫，我去擒他。不，这次换你当诱饵，我来收网。给我抓住他！是。中计了。秦月。魏叔，你输了。大婚当日你锁门之时，我在火里喊了3声，一声恨凶手，2声恨帮凶，3声恨所有背叛者。魏叔，我们的账也该算算了。这桂花蜜饯，当年你说要在公主府种满桂树，年年摘了给我做。现在看来，我倒还要谢谢你。要不是你放的这场火，我怎知人心能脏成这样？你这个妖女，竟敢对我滥用私刑！我可是当朝驸马，要是让陛下知道，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驸马？忘了吗？长公主早就被你烧成灰了，你这驸马的位子，可是踩着她的骨头抢来的。杀你太便宜你了。你不是最在乎壮阳驸马的名声吗？我偏要让你穿着囚服，带着枷锁，当着全城百姓的面喊出自己的罪状，让大家看看，这玄帝清风的痴情驸马，其实是个视妻焚腐的畜生。你看，陛下是不会重用。你真以为陛下会在乎你的死活？他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不在乎，任你随便找句娇师都能糊弄。你，难道你真的是？小侯爷，属下罪该万死。起来吧，让你推我下山，是计划好的。贱人，老子弄死你！小侯爷，要是真让他在侯府弄死魏叔，以后恐怕会有麻烦。先让他消气，让你推我们下山，再引魏叔到崖底去找我们，以此投诚。查到什么没？跟您猜的一样，魏叔背后还有人。是谁？
小侯爷，太子到门口了。听闻小侯爷前些时日受了伤，父皇特意让本宫来看看。老殿下挂心，不过是些皮外伤，倒是府里出了个刁奴，惹了些麻烦。哦，本宫倒是听说那刁奴与驸马魏叔有些牵连，不过是攀附权贵的狂徒罢了，现已拿下，正准备交由殿下您处置。小侯爷办事，本宫自然放心。只是父皇近来听闻北郡侯府与前朝旧部往来密切，自然有些疑虑。殿下明鉴，家父在世时便忠君爱国，臣怎敢有二心？如此便好啊。那魏叔的案子，本宫会亲自督办。小侯爷安心养伤便是。太子此来，名为探望，实为试探。玄帝果然对我疑心重。属下潜入魏叔的书房搜遍，找到这封宫中密信。是时候让傅清月知道些真相了。难道你真的是？魏叔，你以为你烧了公主府，杀了我，就能高枕无忧了？你，雪阳，真的是你！魏叔，本宫回来了。饶命！蒋公主饶命啊！是我错了，是我鬼迷心窍。错了！你放火烧我的时候，怎么没有想过错？你用环儿冒充我尸体的时候，就没有想过错了？你不是最在乎这身功名的吗？不如我帮你把它烫得更显眼一些。我原以为你只是在演戏，可此刻你心中的恨意，分明是从骨血里渗出来的。你给本宫好好想想，当年在你落榜之时，是谁求陛下再给你一次机会的？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是有人指使我，是有人……闭嘴！本宫没有问你这个。魏叔，这只是开始，而你身后的人，我也会慢慢让他把一切都还给我。魏叔差不多已经废了。多谢小侯爷相助。只是这远远不够。你还想做什么？我想恢复身份。阿宇，你会帮我吗？3日后就是先皇后，我母后继承，父皇一定会去太庙祭祀。你带我混进去，之后我会让魏叔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喊出玄阳长公主没死，剩下的我来办。清月的手段真是越来越有趣了。不过
你就不怕他反咬你一口？他敢吗？陛下生性多疑，怕是会起疑心。我要的就是他起疑心。他越怀疑，就越想查清我的身份。等他查清傅清月就是玄阳之时，我早已站在他面前了。你就这么想恢复长公主的身份？不然呢？像现在一样，躲在你的侯府里，永远做个见不得光的傅清月。阿宇，别忘了我们的交易。我当然记得。你帮我拿到北岩圣物，我帮你复仇复位。只是我很好奇，待你重登长公主之位，会如何对待我这个利用过你的人？看你表现。但是你现在好像有点喜欢我。小侯爷，不好了，魏叔被人救走了！我出来了，是谁救的我？谁救的我？驸马真是辛苦了。太子殿下，是你救了我吗？救你？本宫可没那么好心。不过你现在对本宫来说还有点用处。殿下，是想让我做什么？本宫要你指认慕容羽和那个假冒长公主的傅清月，说他们一同谋反。谋反？这怎么？你不愿意啊？别忘了，你这条命可是本宫救回来的。不过，那个慕容羽毕竟是有觉悟的人，还有那个傅清月，只要你乖乖听话，本宫不仅保你周全，还会让你重获圣宠。多谢殿下，回殿按照殿下的吩咐行事。魏叔被太子救走了，看来他只是想利用魏叔来对付你。太子，废物而已。你与太子虽异母同胞，但大家都知道你们从小不和。你打算怎么做？既然我这位太子弟弟想要玩游戏，那我就陪他玩到底。不过，我需要你的帮助。你说。你这么做，值得吗？值得。只要能夺回属于我的一切，那就值得。陛下，臣揭发北郡小侯爷与妖女傅清月谋逆。哎呀，那慕容羽竟敢指使妖女假扮已故长公主，并且威胁儿臣与他们同流合污，甚至在严刑拷打儿臣未果之后，妄图杀人灭口啊！陛下，终于来了，阿宇，按我说的。魏叔，你所说的可有证据？陛下，那妖女就藏在慕容羽身后。
驸马爷这话好生奇怪，明你只是侯府婢女，怎能冒充长公主啊？请陛下明鉴，魏淑因私怨构陷，臣愿以侯府100年声誉，担保傅姑娘清白。哦，既是婢女，为何今日假扮随从混进太庙？陛下，近日臣察觉驸马魏淑有所隐瞒，并派府中婢女暗中调查，果不其然，在公主府地宫中发现了魏淑与多名女子私通之事。这只金簪原本供奉于长公主的地宫之中，奴婢冒昧特此请出以作佐证。驸马魏淑对长公主之灵的一切亵渎行为，奴婢皆亲眼看见。你胡说！这分明是你们！父皇，儿臣倒觉得此事十分蹊跷。这玳瑁金簪一直供奉于公主地宫之中，驸马前些时日也常去地宫调研。地宫守卫森严，依儿臣所见，不如先把魏淑关起来，审问一番再说。太子你，你就这么有把握魏淑会输？我早就在他伤口里撒上了尸骨散，不出一日，他会浑身溃烂。而我要的就是他在太子和父皇面前说出所有的事情。是陛下让我杀了长公主，他想要背影审问是的。父皇，你看这魏淑果然是风言风语，像是中了邪术，不如先关入天牢再说。你叫傅清月？是。抬起头来。北郡侯府的婢女，倒生得有几分灵气。只是，朕瞧你的那双眼睛，像极了一个故人。陛下说笑了，清月出身乡野，怎敢与宫中贵人相比？许是府中膳食清淡，养得他眉眼干净了些。小侯爷倒是护短。你那姐姐玄阳若还活着，怕是也会像她这般得人疼惜吧？父皇说笑了，玄阳姐姐性格骄纵，哪有傅姑娘这般温柔？带下去好好查查，若真是良民，便送回侯府；若是奸细，就地杖毙。奴婢愿随侍卫大人去查验身份，但求陛下明察，不要因为驸马的风言，错怪了小侯爷的一片赤诚。罢了，都下去吧。太子帮了我们，只是我实在想不通，他既救了魏淑，那魏淑在御前诬告我们，肯定是他指使的，他又为何反过来帮我们呢？或许他只是见形势不妙，临时改变策略罢了。我的这位太子弟弟，可比你想象的要聪明多了。你是不是有什么瞒着我？那你呢？可有什么没告诉我的？
慕容羽，不要挡我的路，否则……你说我要不要告诉他真相？小侯爷，属下认为，一切决断皆在于您。我认为他很聪明，好像早就洞察了一切。至于我，只是因为那日看见他对魏叔的深仇大恨，实在是不愿也不忍心让他因亲情的背叛太快彻底绝望。恕属下多嘴。小侯爷，您如今对傅姑娘的态度似乎有所不同了。哦，连你都看出来了？小侯爷，此女心性实在不简单，属下担心您因为她再误了大事，还请小侯爷三思。我知道他在谋划什么，他总是若有若无地撩拨着我的心，这般像猫抓挠似的感觉，真是让我爱恨难平，甚至心甘情愿地被他利用了。或许这次我能找到解脱之道，而傅清月，他就是我的契机。可是小侯爷，您别忘了，您的使命是寻找北岩圣物，复兴家族，而非陷入儿女私情。我自有分寸，你只需记住，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保护好他。是，小侯爷。小侯爷，乱您心者，属下必将一一为您清除。是你。说吧，除了是父皇想要你烧死我之外，关于我母后的死，你还知道什么？我母后究竟是怎么死的？先皇后发现陛下与北岩的蜜月。什么蜜月？陛下答应北岩一席话，并非天下，但是要以先皇后的嫡亲兄长，也就是北岩先皇的项上人头为祭。那父皇为什么一定要杀了我？他想要北岩圣。父皇还真是心机。魏叔死了？父皇杀的。魏叔身后的人一直都不是太子，而是父皇，所以也是父皇要杀我。原来你什么都知道。那下一步打算怎么做？直接杀进皇宫？我要去隐士寺找慧安禅师。你不是一直想知道北岩圣物是什么吗？它就是。什么？我母后临终前说，圣母非物，是活的念想。慧安禅师是我母后的亲兄长，也就是北岩的先皇。所以你之前给我的锦囊是故意在耍我？我那时必须确认你是否有别的目的。我与慧安有约，若不是我亲自拿着锦囊前去，便绝不可轻信。如今看来，我们的敌人竟是同一人。
那我们的关系是不是该再亲近一些？清月，你敢说你对我毫无半点真心吗？慕容羽，我对你只有利用之心。我明白，所以在崖底时，你对我百般引诱，又主动和我相认，不就是为了让我动心吗？因为先动心的人就是先输的。玄阳，哼，玄阳，陛下他又离开了。他们都说陛下因你母后之死痛不欲生，他对你母后的深情确实无人能及。阿宇，你还小，待你长大成人，便会明白，先动心的人就是先输的。清月，我承认是我输了。清月，我承认我输了。你还不承认？明明在发现鹰嘴岩时你就猜到了，坠崖是我精心预谋的，而魏叔能顺利找到我们也是我布的局。甚至韩嫣的背叛也不是真的，但你还是愿意和我合作，还敢说对我没有动心？不然以你的性格，我这般算计，早该对我以牙还牙了吧？胡说！我只是还没有蠢到相信你被韩嫣背叛之后还能无动于衷，竟不施展任何报复手段。从本质上来说，我们是同一类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韩嫣应该一直在我身边，那我为何不将计就计，乐得一个忠实的安稳？还真是什么都瞒不住你。既如此，那你可知我现在最想做什么？什么？那隐士寺呢？你明知道惠安禅师是北岩圣武，却迟迟不肯带我去见他，你在怕什么？怕我拿到兵符之后会变成第二个玄帝？你不会，因为你和他不一样。雪阳，别去见玄帝，他是你的父亲，捅进他心口的那把刀，最痛的会是你。我必须去。你以为我想面对他吗？可我母后的死，以及我自己被烧成灰烬的过去，也一样能让我退缩。我替你去。替我？慕容羽，你别忘了，你父亲的死也与他有关。你真的能忍得住亲手报仇的机会？你不敢让我去，是怕我看到玄帝那张脸时心软，
还是怕我发现你手里握着的能彻底扳倒他的证据？你书府里搜出的那封密信，你一直都藏着吧？我母后当年不可能说出北岩圣物的下落，因为她已经察觉到了父皇的野心，甚至有可能也发现了你父亲的篡位之心。只是他们都没想到的是，我父皇根本就没打算遵守盟约。通过这封密信，我也追查到了当年玄帝是如何设计引诱我父亲暴乱的，篡位之心的，又是如何借清君侧斩杀我父亲。你父亲当年真的想篡位？他只是恨透了北岩先皇的懦弱，想让北岩脱离玄王朝的控制，算不上篡位。但他对我母亲是真好，当年他不惜冒死潜入玄帝后宫，将我带出，就为了让我母亲见我最后一面。所以他杀你父亲，不只是为了借机谋夺北岩兵权，更是为了灭口。他怕你父亲说出两人平分天下的密约。是，他不是一个忠臣，但他是一个好丈夫。宣阳，我不怕带你去见他，但我怕你亲眼看到我挥向他的那把复仇的利刃。你们终究还是来了。舅舅，阿宇，如果我把北岩的兵符交给你，你打算如何去用？护清月周全，保北岩安宁，绝无问鼎中原之心。唉，只可惜我早就答应了妹妹，远离红尘是非。舅舅，父皇他要的从来都不是圣物，而是整个北岩。这是魏叔烧我的那把火留下，而下令的人正是父皇。禅师，清月的仇也是我的仇。如今天下安定，若没人能阻止玄帝的野心和狠心，恐怕天下将大乱。唉，此玉是一半兵符，必须要双玉合璧才能启动兵符，另一半在太子东宫。太子，玄帝有令，擒北岩余孽，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你们从后门撤退，我断后。傅清月，我等你。舅舅，太子真的有另一半玉？你母后当年算准玄帝野心会夺北岩兵权，所以就让我将双玉拆分，我只一半是诱饵，太子那一半才是真正的兵符。他不是早让你们姐弟假装不和，其实是为了让玄帝永远都猜不透啊。母后自幼叮嘱我和太子要在人前营造不和的假象，我当初还很困惑，直到太子借魏叔诬告，暗中助我和慕容羽脱困，我才明白，若魏叔的事是我安排，便再借他的口
公开宣扬身份，说不定哪天被投天牢的人就是我。唉，原来母后让我和太子从小不和，都是演给玄帝看的。你母后说过，最狠的刀一定要藏在最亲的人手里。玄帝生性多疑，唯有太子才能妥善保管真玉。因为玄帝不会想到你母后竟会将不愿交予他的真玉悄然置于他亲自培养的太子手中。原来母后从一开始就在布局。寒烟，不用管我，快去救慕容羽。若有机会，我实在就会杀了你。但你要是死了，小侯爷也会没命，而小侯爷却是我甘愿舍命也要守护的人。所以傅清月，你一定要给我好好活着。哎，那边有动静，那边有人，快给我杀了他们！舅舅，活下去，看我们怎么掀了玄帝的龙椅。好。你将这幅画藏在侯府这么多年，是不是日夜都要观赏一遍呢？还真是痴情啊！你父亲当年死前求朕不要牵连你时，也是你这副倔强的模样。他说愿献北岩布防图换你一条命。你猜朕为何没有答应？因为你害怕他设下陷阱，也害怕即便他死后，我也会反戈一击。嘴硬！你说傅清月，哈，也就是朕那个宝贝长公主，她会来救你吗？原来你一直知道。我说他那腹黑的脾气是随神了。你以为朕真的不敢杀你吗？朕早就知道，是你在火场救走了玄阳。这段日子我容忍你们，只是为了利用你们，找到北岩圣物。玄阳生前不愿透露的，死后却愿意交代，这完全归功有你这样的对手啊！卑鄙，为了自己的野心，连亲生骨肉都能舍弃。她是朕的女儿，但却不是一个听话的女儿。就像朕爱皇后，但当朕得天下者，朕皆可杀。玄帝，你迟早会遭报应。朕要的是天下。这幅破画留着，已无用处。若3日内傅清月不能将慧安送来，你就等着被凌迟吧。哦，对了，北郡侯府上下300余口也会陪着你一起上路。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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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何晏，小侯爷，属下听话，傅清月无事，但属下再也护不了您了。你放心，我定会让玄帝血债血偿。姐，舅舅，你们没死啊？母后的兵符，另一半是不是在你这儿？母后一直让我们假装不和，就是为了藏住这兵符，对不对？母后临终前逼我发毒誓，让我永远与你装作不和，讨好父皇。这样，他
他才会对我放下戒备，否则，他的布局就会被玄帝看穿。所以，母后一直让惠安舅舅当诱饵，让我们姐弟演对手戏，就是为了护住这兵符。你们母后特意留了后手，双玉合璧才能激活兵符，但需以至亲之人之血为引，所以就算你们两人折了一人，剩下一人也能启动这兵符。姐，玄帝抓了慕容羽，他要你用舅舅换他，这是陷阱，你千万不能去。阿弥陀佛。我必须去，慕容羽是为我被抓的，我不能让他死，而且我要亲眼看着玄帝是怎么说的。弟弟，这么多年，我们姐弟俩一直在演戏。这一次，我们就再演出大戏，给他看看。放了他，人给你。慕容羽，别急着走啊！哈哈哈哈哈哈！老禅师，朕听闻当年你被废时，皇后曾让你将兵符一起藏了起来，所以北岩的兵符到底在哪儿？你若是说了，朕留你全尸。阿弥陀佛，兵符就在老衲的舍利里，当老衲圆寂，自会有人献给陛下。哼，不用等，朕现在就能知道，到底是不是在你的舍利里。陛下，是要杀了老衲吗？你是要与北岩的10万铁骑为敌吗？如若不信，那就敞开老衲的胸膛，舍利就藏于肺腑，兵符纹路刻印之中，须以亲近方能显现。惠安舅舅这是在提醒我，双玉合至亲血起兵符，也是在说不用再救他了。带下去，好生伺候老禅师，莫叫他提前圆寂了。舅舅，清月啊，不，朕的阳儿，你说这场戏该收场了吧？你若是现在认回长公主的身份，劝降北岩叛党，朕便饶他不死，如何？清月，别信他。父皇忘了，儿臣最恨被人威胁。如今我这条命早已不是宣扬了，而是傅清月，是要让您血债血偿的。傅清月，想动的，先从我尸体上跨过去。好一个情深意重啊！只可惜北郡侯府上下300余口，此刻应该已经化作焦炭了。别信他。您以为儿臣这段时间只顾着复仇，
侯府的暗线远比您的眼线多得多。我早已安排人将侯府众人转了出去，所以别担心。追！传令下去，慕容羽、傅清月即刻格杀勿论。父王，救命！有人想杀儿臣，父王。我背你。长公主被小侯爷传出去成何体统？小侯爷，小侯爷，看，这是当年老侯爷留给我的旧物，一直在城外驻守，等待时机助我。老侯爷这些年真的对你很好。宛如亲生。所以，你能告诉我，当年你和老侯爷到底做了什么交易，让他愿意救我？他在世时没跟你说吗？没说就算了。你的伤……没事，死不了。倒是你，明日冲进去，千万别冲动。我可不想让我的交易伙伴出问题。少油嘴滑舌。慕容羽，准备好了吗？好戏就要开场了。父王，儿臣是因为查到傅清月和慕容羽的诡计，他们早已找到兵权，想借北野铁骑逼宫，所以他们才会派人刺杀我。这是从侯府搜出的，他们约定在明日午门会合。哼！传朕旨意，禁军封锁午门，调审计营弓弩手埋伏。明日所有叛党，格杀勿论。儿臣愿亲赴午门督战，为父皇分忧。若能擒获逆贼，东宫之位便稳如泰山。慕容羽、玄阳，你们终究是朕的棋子啊！父皇，此战必胜。儿臣敬您一杯。这酒里有什么？儿臣只是替母后和姐姐讨还血债。你一直以来在朕的身边伪装。母后早就会料到您会觊觎北岩兵权，让儿臣假意依附，就是等今日。玄帝弑妻杀女，且设计虐杀北岩盟国先帝及王臣，罪不可恕。今日我等拥护东宫太子拨乱反正，重修玄朝与北岩两国秦晋之好，安抚天下太平。母后，你布下的局，应该最希望看到的就是这个结果。我和弟弟做到。父皇，您当年杀我母妃时，你可曾想过今日？你若杀朕，天下必乱。儿臣早已联合百官，新帝登基，北岩臣服，天下只会更稳。我的儿啊，你可真像朕啊！就连这眼神里透露的野性，就不知道
你姐姐看到你这副样子，姐姐，姐姐，大仇得报。太子，你国不可一日无君，这天下还需要太子殿下守护。姐姐，这兵符该归你。我们姐弟俩这么多年都没好好相处过。阿姐，你知道我从小的心愿是什么吗？就是能跟在你身后，做你最亲的弟弟。阿姐知道，但你现在肩上有更重的责任，你永远都是姐姐和母后的骄傲。慕容羽的玄甲兵还剩多少？不足3000，但皆是百战精兵，而且长公主在北岩的威望极高，日后恐有麻烦。若他们肯交出兵权，倒也不是不能留他们一命。太子看似信任，实则忌惮我。我知道，我早察觉他侍卫的敌意。阿宇，我想，我懂。明日早朝，我们便请辞。我只想和你远离这些纷争，过只有我们俩的生活。玄帝暴政，以伏法，本太子承天命，即日起登基为帝，望众卿家共襄盛举。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陛下，臣将北郡侯府爵位与玄甲兵兵权交还陛下，退隐还乡，愿陛下应允。臣女愿与慕容羽一同归义。姐姐，朕可即刻恢复你长公主的身份。这次平乱和小侯爷功不可没，岂能说走就走？朕以为你们在宫中新建了府邸，如何？谢陛下爱惜，臣与长公主去意已决，还望陛下恩准。若朕不允呢？哼！姐姐，朕知道你恨宫廷，但天下初定，朕需要你辅佐，也更需要弥补我们缺失这么多年的姐弟情。陛下忘了母后的遗愿吗？她只想我们平安。朕只是不舍姐姐，而且，你当真要为了慕容羽抛下朕吗？这是母后留给我的。她说，若有朝一日手足相残，见此玉如见他。陛下，慕容羽的玄甲兵虽已解散，但北岩旧部仍暗中归附，而且自从民间知道傅清月就是复活归来的长公主后，声望日隆。日后若是二人联手，恐怕……她是朕的亲姐姐。龙以烫人，
莫忘手足。他终究还是动了杀心。长公主、小侯爷，我等愿护送二位杀出京城。我要让他主动送我们离开。启禀陛下，北郡侯府突然走水，慕容羽与傅清月恐怕已经尸骨无存了。啊！陛下好大的手笔，魏叔曾烧死过我一回，没想到我的亲弟弟竟想用同样的方式再烧死我一次。母后临终前之所以将启兵府的玉佩分为2半，不光是为了防玄帝的野心，更是为了提醒我们，骨肉相连，纵有裂痕，终是同根。我那日将完整的麒麟双玉交给你，原以为你能懂我的用意，没想到你竟还对我起了杀心。不，我不想的。你可知你阿姐为保你登基，暗中劫杀了多少玄帝旧部？她怕你根基不稳，自愿将所有兵权和权力全交于你手。可你呢？你登基第一件事，便是要杀你在这世上唯一的至亲。如此行为，你和玄帝有何区别？退下吧。小弟，你要是不相信我们可以永远不回来。阿姐向你保证。陛下，我也愿意拿性命担保，只愿归隐，永不干政。等等，这是朕的司令，若遇紧急情况，可随时调遣京中禁军。多谢陛下。姐姐，你要去哪儿？江南。听说那里的桂花糕比宫里的更甜。陛下，江山重，手足更重。姐姐，朕并非不信你，只是这天下朕输不起。话说，腹黑长公主与病娇小侯爷于火光中销声匿迹。有人说呀，这故事他们真的假的化作了双蝶。说书人说，也有人说是真的。胡说！他们明明在西街开了家糕点铺。娘子，该回家了。娘子，你准备什么时候告诉我，当年你和老侯爷做的什么交易？不说不说，就不告诉你。这一辈子你就想去吧。慢点，都当娘的人了，小心些。从此，你守你的江山，我守我的他。